感谢阿米洛海运键盘对本视频的大力支持，这个也是蓝牙版哦，整个都蓝色的键盘艺术家阿米洛。好，这一期的奇游剧场小广告，没有，因为奇游跟我们合作那个合同时间已经结束了，然后非常遗憾的是，我们又签了1年。得益于各位这么爱看小剧场，以及各位会主动为我们打广告，所以我们又续签了1年。那在未来这1年，我们会把小剧场的形式给升级一下。因为在这个低成本的环境下，我们已经想不出任何 idea 了。新的 idea 呢可能会提高制作成本，但是呢，同时也会把这个剧场变成月更，也就是这个月的4期视频都会用同样一个小剧场。因为并不是每个视频都会有所有人看。那作为广告，肯定是希望能够重复多几次，让更多人看到。这也是我们跟奇游商定的一个结果。期待我们的接下来12个月的12个比较有趣的小剧场吧。奇游联机宝，联机加速不丢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啊。上一期大航海时代，我还留了个小尾巴，那就是最后忘记聊第5代，不是忘记啊，说漏嘴了，这个剪掉啊，那就是最后并没有聊到第5代啊，各位不用担心，因为关于光荣的游戏还有下一集啊，就是在5·1之后，5·1我们团队呢会休息1周，然后就会更新下一集。到时候会聊聊光荣这个几乎跌入低谷的公司。但日式厂商里呢，跌入低谷的不止光荣一家，还有一家的名声比光荣还高，但现在呢也挺低谷的，那就是 SE 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但其实对80后玩家来说，特别是主机玩家 ，SE 这家公司呢可是充满了幸福的回忆啊。对他们而言，现在的 SE 确实又心痛又气愤啊，特别是 史克威尔这一边。不过还好，最近出了一个优秀的《王国之心3》，而在这个游戏里呢，我们似乎隐约看到了 SE 这几年起起伏伏的缩影。所以这视频的前半段我们来介绍这款游戏，而视频的后半段我们用尾巴这个环节来和大家聊聊这个经常有观众想让我们聊的公司——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有这么一个熟悉的名字，迪士尼，其影响力横跨动画、电影、广播、音乐、戏剧、主题公园，几乎只要和娱乐扯上关系，迪士尼都能各种开花，而且非常财大气粗啊，购物起来还不手软。这不，他们不是收购了漫威影业吗？然后有小伙伴嚷嚷啊，你们把 X 战警电影的版权也买回来吧，我们想看金刚狼加入复联。迪士尼心说，行啊，我们正有此意。但是买 X 战警版权手头没有零钱，也不想找伞，而且没什么时间，懒得谈判，索性直接把版权所属公司20世纪福克斯买下来吧。所以现在不管是宇宙霸主灭霸，还是心高气傲的万磁王，也得毕恭毕敬的管迪士尼叫爸爸，大有把整个好莱坞都收购的趋势啊。可唯独游戏行业这一项，迪士尼真的开不起花来啊。是人家不在乎吗？这还真不是。主打娱乐的怎么可能不涉足游戏呢？旗下也有自己的游戏开发公司和发行商，很早开始就想分一杯羹，只是成果寥寥无几。被寄予厚望的种子选手迪士尼无限也在惨淡的表现下，于2016年宣布取消后续计划。不过自己做不来，不代表别人也做不来啊。既然自己搞不定咱们还可以授权的 IP 啊。那个就是你啊 ，SE 小老弟，就你来搞吧，好好搞，不然我收购你啊。就这样，《王国之心》系列成了这个 IP 联动领域口碑和销量两开花的典范。不过，强强联手的超级 IP《王国之心》在国内玩家眼里却很微妙啊。谈起《最终幻想》，标志性的像索尼克一样的刺猬头人设，大家都知道。迪士尼旗下的经典角色也必定家喻户晓，但这两个元素结合的《王国之心》在国内却着实没有多少名气啊。毕竟过去17年，除了《王国之心3》以外，这个系列就没有支持过中文。再加上《王国之心》的剧情门槛特别高，所以就变成了想上车却找不到车门的尴尬情况。对于没有掌握8国外语和《王国之心》擦肩而过10几年的国内玩家而言，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系列呢？这里借用迪士尼的 SCSE 法则，把《王国之心》的特点往里面套一套，或许可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系列的定位。所谓 SCSE 法则，指的是安全、礼貌、表演、效率。
这是迪士尼用来教育自家员工的一套关键词。表面上这当然是和做游戏没啥关系啦，但这是迪士尼深入基因的思维模式。所以转换一下思路，依然可以在游戏里发现这个法则。比如第一个，安全，原意指的是员工要保证客户的安全，但保护客户其实也是保护公司的利益。一个公司越是强调安全，它的品牌意识也就越高。迪士尼对 IP 的掌控权，全宇宙人都知道啊。迪士尼说他们的法务部世界第2，任天堂都不敢说是第1啊。所以《王国之心》这个游戏首先要满足的不是玩家，而是迪士尼的审查。这对《王国之心》的很多设计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比如为了避免暴力形象，游戏中的武器剑刃被设计成了钥匙的造型，整个游戏也绝对不允许见血，攻击敌人只能够闪闪特效掉点小球。游戏中一个人的心可以和身体分离，包括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的设定也弱化了绝对的生死概念。玩过《王国之心》的人都知道，这个世界观里最困难的事，可能就是完全抹杀一个人的存在。这要是乔治·马丁写剧本，估计得憋死。或许会有人觉得这不算什么，保证品牌形象，全年龄也无可厚非。但大家可能不知道，最初的时候，迪士尼甚至不允许唐老鸭和高飞手持武器，原因仅仅是造型和原作不符。是的，迪士尼对这家 IP 的严格控制就是这么夸张，唐老鸭差点成了空手格斗大师啊。而 SE 这边呢，有了授权也不代表可以为所欲为。《王国之心1》里，迪士尼的招牌角色米老鼠只在游戏的最后以剪影的方式出现了一下。原因是当时米老鼠正在授权给另一个游戏公司，所以才造就了这样一个以联动为卖点，但头牌却不露面的奇妙情况。打开《王国之心3》的开始界面，还能发现一个非常独特的设计。游戏特地在右上角设置了一个按钮，提醒那些想要直播的玩家查看内容和版权有关，拒绝一切以利益和商业为目的的画面使用。由此可见，迪士尼的版权意识有多么的强。所以尽管《王国之心》的形式会让它看起来很新颖，但整个游戏的基调绝对不会出格，充满了童话故事那样的爱恨情仇、正邪对立。假如喜欢迪士尼的调调，恭喜这游戏绝对对你的胃口。但如果不是的话，那玩家可能会觉得过于低龄化了。第二，礼貌。礼貌原本是指对待客户的态度，放在《王国之心》上，可以理解为游戏对玩家的看法、思考和应对方式，有点像运营方针啊。王国之心不是第一个想到联动 IP 的游戏，但它的强大之处也在于它并不满足于联动的 IP。从一开始，王国之心的终极目的就是制造属于自己的粉丝，而不是把迪士尼和最终幻想的爱好者聚在一起，强行组成 CP。想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创造一个吸引人的剧情是最直接的方法。王国之心确实也这么做了。到了今天，我甚至觉得有那么一点过头了，因为它的剧情实在太复杂了。原因是这个世界观里，人的心和肉体可以分离，不同的心和不同的肉体又能够结合，还有复制人、失忆以及穿越时空的设定。也就是说，一个人很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面孔、不同的人格，甚至是不同时期的身份存在。而且包括手游和业务在内的游戏共9部作品，全部都在描写同一个大事件，互相是有关联的，比漫威宇宙还要夸张，其复杂程度听起来就让人觉得胃痛啊。毫不夸张地说，假如大家以前没有接触过《王国之心》，又想从《王国之心3》入坑的话，一定要去网上看一下其他主播制作的系列剧情总结，否则体验一定会非常糟糕。不要以为这次出了中文版就可以无障碍入坑了，玩家会明白什么叫做看得懂每一个字，但是就是看不懂整句话。不提前做好功课的话，可能都搞不清楚他们谁是谁。所以趁现在中文版还没有出来前，先去看看相关的视频吧。我们的宗旨是一般不谈剧情，当然我是不会承认是因为我们也没搞懂啊。虽然对于新人《王国之心》的剧情已经成为最大的障碍，但相对的，那些真正的系列拥趸，他们对《王国之心》的态度只会随着星座的发售不断增加。光是想想自己可以看懂整个延续了17年的故事，都足够让我们感叹人生了。得益于复杂的世界观铺垫，《王国之心》的人物塑造确实会让老玩家难以割舍。无论是被关在黑暗世界里10年的阿库亚，陷入沉睡的维恩图斯，遭人利用的泰拉，纳米尼的真实身份，又或者棒冰三人组的短暂友谊。当洛克萨斯说出那句“看起来我的假期结束了”，谁又能够抵挡得了这种催泪攻击呢？几乎所有的玩家都是一边给野村哲也寄刀片，一边又祈求他赶快出续作。好消息是，《王国之心3》的剧情总算是给这个17年的马拉松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填上了很多坑。而坏消息是，游戏的结局也已经准备好了下个阶段的序章，只不过这一次不知道野村打算用多少年来完成它。第三，表演。画面表现力应该是《王国之心》身上最亮眼、最容易被玩家感知到的角色。单论还原度来说，
王国之心可能比迪士尼自己做的游戏还要牛掰啊！王国之心3在这方面努力是绝对值得赞赏的。玩具总动员、超能陆战队、冰雪奇缘、魔法奇缘、怪物工厂、大力士海格力斯，甚至还有真人表演的加勒比海盗，每个迪士尼世界的再现程度都让人拍案叫绝。玩家可以在玩具城里驾驶机甲，可以骑在大白山上展开追逐，可以和长发公主一同跳舞，这个太爽了！可以在加勒比的大海上玩到魔幻版的黑旗。不得不说，《王国之心3》在每个世界的差异化上下了很多功夫。他们不仅仅画风不同，故事不同，在流程和系统的设计上有很大区别。玩家刚在《冰雪奇缘》里面体验了一把极限运动，一会儿又在《加勒比海盗》里潜入了水下世界，甚至准备了一个完整的海港城供我们探索。如果要用一个字来概括《王国之心》的表现力，那可能就是奢华。当艾莎在雪上唱起那首熟悉的《Let It Go》，老实说，我真的以为游戏直接把电影画面搬过来了。但这其实是游戏重新制作的演出。话说，我觉得就算真的用电影画面也没啥问题吧。类似的体验在游戏里随处可见，玩家既可以用魔法召唤出狮子王、美人鱼、星际宝贝、无敌破坏王，通过内置小游戏享受复古情怀，又能在美食总动员的厨房里烹饪料理，还能在巨大的开放世界里开着自己养成的积木船，对抗各种千奇百怪的 BOSS。王国之心3带给玩家的高品质视听盛宴，正如迪士尼一直崇尚的现实与童话无缝切换那样的梦幻而又舒适。好，最后效率，我们都知道迪士尼动画绝对是一流水准啊，他们的角色除了丰富自然的表情，更有着极其流畅的肢体动作。而王国之心系列又是那个时代里少有的日式 ARPG， 所以为了将迪士尼动画的流畅带入到游戏里，王国之心系列的交互方式采用了大量的吸附和半自动化设计。比如玩家进行攻击，角色就会自动向最近的敌人吸附过去，哪怕对方是空中单位，人物也会自动腾空。移动时会翻越简单的障碍物，靠近特殊墙体会爬墙，跳到轨道栏杆上会自动进入滑轨，高空跳落能触发急速下降并衔接各种互动，水中移动可以无限加速，瞄准能够减缓时间并完成超远距离的位移。技能和魔法的释放也完全采用指令一键触发，轻而易举就能够实现各种炫酷到没有女朋友的招式啊！有的时候确实还蛮解压的哈。当然，半自动化并不代表《王国之心》是一个闭着眼睛狂按攻击就能通关的游戏。这个系列的 BOSS 战还蛮需要思考的，想打得漂亮可一点都不容易啊。不过至少快节奏、高效率的操作体验，确实让其散发出了不同于传统日式 RPG 的氛围。它不再那么死板的专注于数值的成长和装备，而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动作流畅度和衔接方式上。这一点哪怕是《最终幻想15》都没有成功的做到，足以见《王国之心》系列的特殊。也难怪这个以 IP 联动为起点的游戏，可以在竞争激烈的游戏市场里延续这么多年。舆情，它完美的再现了迪士尼的品牌价值观，展现出了以《最终幻想》为代表的日式顶级制作水准。通过杰出的深化表现，慢慢铺开了人物关系，成功的从迪士尼手下转换出了自己的粉丝。而于理，在那个传统日式 RPG 依旧称霸天下的年代里，大胆采用自由视角的 ARPG 设定，配合上堪比动画般的流畅演出和镜头运用，摆脱了动作游戏难于上手的固定思维。玩家可以抱怨剧情太冗长，可以吐槽野村人设的刺猬头，可以看不惯迪士尼角色万年不变的好人卡，可以觉得西服式的战斗缺少灵魂，但我们无法否认它在市场上的独一无二、差异化竞争，并用高品质维护自己的价值观。这难道不正是迪士尼一直想要的吗？相比于其他昙花一现的 IP 联动，《王国之心》才是真正不负其背后名号的作品。好，接下来我们用尾巴的时间来聊聊我们从《王国之心3》里如何看出 SE 这几年的起起伏伏。《王国之心3》无疑是优秀的，但有趣的是，当终于等来了《王国之心3》，打开 PS4， 握着手柄，涌上心头的却并非是时隔7年的感叹，甚至远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兴奋。相反的，我有点忐忑。我真的是害怕 SE 又搞出什么幺儿子出来啊！还好，以上都是我开始游戏之前的胡思乱想。王国之心3当然没有翻车。对于近几年的 SE 来说，这绝对是拿得出手的大作。但问题在于，我对 SE 的不信任，准确来说，更多是对史克威尔这边的担忧，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 FF15 的障碍4人组吗？是从小甜甜的突然离职吗？或许这些都是导火索。
然而，我们对 S1 的又爱又恨似乎很早就开始了。S1 在我印象里不能说多伟大，但起码也是日常的领军人物。特别是《最终幻想》系列对于画面表现力的追求，以及他们的小姐姐，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迷恋这个团队。也只有这样的公司才会在日常普遍溃败的 PS3 时代，不惜牺牲游戏性，也要保证高画质，用大量 CG 做过场，硬生生的将 FF13 的容量撑到了 38G。如今看来，也算是当年的一股清流啊。其实史克威尔当年已经快倒闭了，就是最后孤注一掷的《最终幻想1》让他们重新活了起来，成就了一个大公司。而孤注一掷尽最后的资金做一款大作的冒险心态，也随着《最终幻想》系列保留了下来。可以说，史克威尔的冒险精神既成就了他们的辉煌，也不止一次让他们跌落神坛。如果没有史克威尔的精益求精，我们不会在 PS2 上看到由夸张的3张碟组成的《最终幻想7》。但史克威尔也因为这种赌博式的冒险，遭遇了戏剧电影灵魂深处的严重亏损，最终从史克威尔变成了史克威尔艾尼克斯。而王国之心，无论其自身还是生父野村哲也，都和 S1 多舛的命运密不可分。不信回想一下前面我们对王国之心战斗系统的介绍，再回头看看 FF15 的战斗系统吸附、半自动、指令乃至伙伴的演出，是不是越看越熟悉呢？ FF15 的战斗原型多半就是王国之心，而 FF15 的前身 FFV13 最初也是由野村哲也牵头开始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大家可能会想难道万恶之源是这个野村哲也？不，并不是。野村哲也不但没有乱搞，还是 S1 旗下的一大功臣。首先，他接替了天野喜孝为现在的 FF 做人设。尽管标志的杀马特在如今这个时代里好像已经成为所有人吐槽的对象但人家当年设计的克劳德还是深得人心的。所以S1 只要你一天不把最终幻想7重置版交出来，脑壳疼的梗咋就翻不了篇。其次就是他开创了王国之心系列，这对一直想要开拓欧美市场的 S1 来说非常重要。毕竟无论 FF 怎么国际化，其内核还是偏向日式而公司也不可能永远只靠一个 IP 打天下。所以王国之心的出现不但抱稳了迪士尼的大腿，还符合公司自身的发展诉求。外加游戏本身的超高销量，同时参与社内的2大 IP， 野村哲也在 S1 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不用多说啦。从美术人设到领头开发，野村哲也的晋升之路是很多人都羡慕的特别是很多美术人员但就像 S1 起起伏伏的命运一样，在这家公司打工，你就不能指望过上安稳的日子。S1 的发展道路上主要有2道坎，一是2003年史克威尔和艾尼克斯的合并，另一个就是2007年到2009年的全球经济危机。毫不夸张地说，直到现在 S1 也没有完全走出这2个事件的影响。这倒不是说 S1 现在有多么缺钱毕竟手游大厂肯定饿不死。影响的主要是公司的运作情况，特别是史克威尔这边。首先是高端人才的断层。S1 的合并本身并不可怕，起码史克威尔没有消失只是换个名字。真正可怕的是，当年陪伴史克威尔打天下的猛将，在 S1 合并之后，断断续续走了很多，就连小甜甜也在去年宣布离职。当年 FF14 1.0 版本被玩家骂成了狗，过来救火的也不是 FF 系列的制作人，而是吉田直树，一个主攻勇者斗恶龙系列的制作人。尽管史克威尔和艾尼克斯合二为一了，但不同系列之间的跨度还是很大的这个举动也震惊了很多玩家。可即便这样，也要请来吉田直树，不难看出史克威尔这边的确找不出人才了。好在牛头人牛人就是牛人，半路杀进来的 DQ 制作人反而把 FF14 给救活了，还搞得风生水起，成了一段业界佳话，算是因祸得福吧。偷偷的说，我个人其实玩了很久的盛大 FF14，而且角色还是个猫娘是我觉得继魔兽世界之后最好的 MMORPG。不过 FF14 的实力也好， FF15 的赶工也罢，这些并不代表 S1 做不出好游戏。S1 的问题在于没有合理高效的项目规划和执行。从 FF13 时代开始， S1 就已经开始疯狂的拆东墙补西墙了。FF13、FF14、FF15 这3兄弟没有一个是开发进度不出问题的，这直接打乱了整个公司的节奏。本来野村哲也的 FFV13 是他的一大野心，比较一下 FF13 和 FFV13 当年的预告片，就能发现他们的主题是对立的光与暗、白与黑。
奶挺姐的亮丽和脑壳疼王子的黑暗，从一开始就是设计好的一盘棋。非常明显的野村哲也的风格啊，他的《王国之心》系列就是按照光明世界和黑暗世界展开的故事的。但一系列的进度拖慢，导致2006年就公布的 FF-V13在之后的7年内都毫无动静。好不容易改编成了 FF-15，最后因为公司决策，野村哲也又无奈将大权交给了小甜甜，最终的剧情也和当年的 FF-V13相去甚远。而且从很多细节上也不能看出 SE 的管理问题，比如 FF-V13在公布的12年之后就想要改名为 FF-15，但这是直到2013年的13才真正说出来，也就是中间的时间里 SE 都没有空理这个游戏。而且 FF-15在大约2011年的时候还是以 PS3 和 PS4这2个世代的主机为开发目标的，结果磨磨蹭蹭拖得太久了，在公司高层的催促下，最终放弃了旧时代很多工作都白费了。这种越拖越浪费的情况在《王国之心3》身上也有出现。王国之心系列上一部登陆主机平台的作品还是2005年的《王国之心2》，整整10几年的时间一直混迹在掌机平台，还推出过手游和页游。这倒不是说掌机上的王国之心不好玩的，而是野村其实早就想要制作王国之心3了，但就是各种情况不断发生，一会儿要求开发新 IP， 一会儿又要去救哪里的火，堪称 SE 的劳模一拖就拖到了 PS4。 为此他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明显的就是技术力的脱节，毕竟跳过了整个 PS3。当他们开始王国之心3的制作时，野村发现引擎已经过于落后了，所以王国之心3的开发还更换过一次引擎。为了适应新的虚幻式引擎，野村哲也的团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毕竟王国之心是一个需要在同一游戏内实现多种完全不同画面风格的游戏，本来工作量就很大，还要在新引擎上从头开始，不浪费时间就见鬼了啊！所以这样一想的话，王国之心3从公布到发售用了5年半的时间，其实并不算特别久。毕竟我相信随着拖了9年的 FF-15的不温不火，SE 内部肯定会对王国之心3抱以更大的期待。再加上野村是美术出身，玩过他游戏的人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他还是比较完美主义的，起码他想表达的东西就得不计成本的弄出来。这样的组合做游戏5年其实也是意料之中啊。无论如何，随着王国之心3的落地， SE 的混乱的管理也好，野村苦命的职场生活也好，这一切或许都能告一段落了。从合并公司引发人才流失，到全球经济危机导致资金受限，然后影响到了 FF-13、04、15组成的新水晶神话3部曲，最终变相的使得王国之心3的发布一拖再拖。整个长达10年来的恶性循环，终于迎来了一次比较好的结果。我把王国之心3看作 SE 最后的壁垒，并不是因为没有了王国之心 SE 就不行了，我们仍然可以玩到 DQ11、八方歧路旅人、古墓丽影等等许多游戏，这依然是一家强大的老牌游戏公司。王国之心3是他们最后一次可以把过去10几年犯的错当成借口来掩饰自己的机会，从这往后一切都要重新记账了。还是未知数的 FF7 重制版，不知身处何地的下一代最终幻想，又或者王国之心后续作品，都将在这个作品之后重新开始建立品牌。希望 SE 最终能够打破自己留下的壁垒，成功跨入新的时代，就像现在的卡普空一样，完成对自己的重组与复兴。SE 曾经是日系厂商里最积极转型的一个，同时也是80后玩家回忆中不可磨灭的那一个，但它已经卡在途中太久了。希望下一次我们不需要等待一个世代才能换来王国之心3这样的作品。王国之心3这个游戏的购买建议比较麻烦了。首先，它肯定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游戏至少是最优秀的有迪士尼元素的游戏。
而 SE 这边的人物呢，也会全数登场，同样也非常吸引人。而游戏的过程中呢，会随着进入不同的世界，有着完全不同的体验和系统，也能持续给玩家带来新鲜感。但这个游戏呢，其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休闲并不是各种小游戏的集合，它其实是一个挺硬核的日式 ARPG， 战斗呢非常简易，但也不容易。系统也有 RPG 该有的深度但这些都是好事但唯独复杂的剧情可能是最大的障碍。所以对于没有功夫从系列所有作品搞懂剧情的玩家呢，贸然的购买这第3代并不是好的选择。当然，由于它毕竟是迪士尼旗下的，所以迪士尼的欢乐、孩子、轻松的风格肯定是主流。所以如果想要在游戏里找到类似只狼一样黑暗的感觉那也放弃吧这可是迪士尼OK， Gameplay 运动在，我是念君，我们5一后再见。